Hello， 大家好，我是麦宝。那今天要做一点小改装，就是要把控制尾门开关的马达跟我们的中控马达做一个联动。那我们知道德利卡它的中控马达是没办法控制尾门的，像我用这个遥控去开关我们的门锁，除了正副驾驶座跟2个中门的马达会跟着联动之外，尾门是没办法操控的。那我们尾门的开关是在驾驶座的左手边这边有个开关去控制我们尾门的开跟关。那今天除了改尾门的马达跟我们的中控马达做一个联动之外，还要来对这个开关做一个小修改。因为这个开关很奇怪，我们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开关下面是 unlock， 就是按上面尾门是关，按下面尾门是开。那这个开关就很违反我们一般在使用开关的习惯。一般我们会觉得往上就是开，往下就是关。就像我们这个门的开关，正常来讲，往下压就是关，往上拉就是开。那这个尾门的开关，它往上却是关，往下是开，就很违反我们的常识。所以每次在关尾门的时候，都要想一下，不知道现在到底是关好了还是没有关，就觉得有点烦。所以我要做一点小修改，把它改成往上是开，就符合我们的使用习惯。那今天就是要改这2部分，第一个就是这个开关上下给它对调，第二个就是将尾门的马达跟我们的中控马达做一个联动。那我们就先来改这个开关，然后先拆下来看一下后面的线路是怎样，等一下要跟我们的中控马达做联动的时候也会用到。我们拆下来可以看到后面这边总共有6条线，那中间这2条一红一黑就是我们的正负电，那上面这2条蓝线就是控制我们尾门开跟关的线，那这2条都是带负电。那如果你去按这个开关的时候，这2条会有1条送正电出去。假设开的正电是在这边，这边是负电，然后你关的时候它就会反过来，正电在这边，负电在这边，去控制我们尾门马达的上跟下。那下面这2条比较细的，我们不管它，它是里面的好像是 LED 灯，等一下我拆下来给你们看，你们就知道了。那我们要把这个开关的上下对调，就是把这2条蓝线互换就可以了。那我们要怎样把这2条蓝线互换呢？我们看一下前面这边有一个白色的这个卡榫，它会卡住这个接角，这插进去之后，这个卡榫就会卡住。那我们只要把这个白色的卡榫给它撬开，然后这个接角就可以往外推了。这样就出来了。那我们现在就把左右互换，再把它插回去，这样开关的上下就对调了，是不是很简单？那接下来我们要将尾门的马达跟我们的中控马达做一个联动。那我们要先来量这2条蓝线，哪一条是送正电，哪一条是送负电。等一下我们要跟其他中控的马达做联动的时候，才知道线要怎么接。那我们先来量看看。那我们要先把开关接回去，来量后面这2条蓝线。好，我们用商用电表先插上去，然后我们按开关的开，有看到它一瞬间嘛显示一个负的，所以我们上面这一条量正极这一条它是送负电出去。那如果我们按下面，那么它是正的，所以按关的时候，上面这一条蓝色是
送正电，按开的时候上面这一条蓝线是送负电。再来，我们就是要把这2条线接到我们的遥控接收盒上面。那我们去遥控接收盒那边量一下，哪一条是正电，哪一条是负电，然后把正极接正极，负极接负极，这样就可以了。我们看一下车子底下油门踏板前面这边遥控接收主机。中间这边有2条蓝线，这个就是控制我们中控马达的线。当我们的遥控按开跟关，就会由这2条蓝线送出正负电去控制我们所有门的马达。那我们一样要量这2条线开跟关的时候，哪一条是送正电，哪一条是送负电。那我们来量看看。我将善用电表的红色线插右边，黑色线插左边。那我们来控制遥控，看一下三用电表。我们按关试看看，按关，现在的数值是正的。开，按开会瞬间显示负的。好，我们刚用三用电表量完，我们开关这边按关的时候，右边这一条是送正电出去，那下面的接收主机盒按关的时候，一样也是右边那一条蓝线是送正电出去。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拿2条电线，把我们开关这边右边这一条蓝线跟我们接收主机上面右边那一条蓝线相接。那左边的蓝线跟接收主机上面左边的蓝线相接，这样子我们用遥控去控制我们的门开关的时候，我们的尾门就会做一个联动。那这个开关的线它跑到下面去，因为下面很难施工，我打算直接从开关这边把这2条蓝色线的外皮剥掉，然后把线接上去，然后拉进去到我们的接收主机盒，一样把那2条蓝色线外皮剥掉，线接上去，这样比较好施工。那我们就赶快接完再来测试吧。好，我们把线都接好了。那这个空间非常的小，那个线又拉不出来，非常的难操作。整个人趴在下面，呈现一个很诡异的姿势，手伸得进去，头就抬不起来，就是用摸的，完全是靠手感下去接线。那建议大家要接这个线，如果你有拆中控的时候，再顺便把这个线接一接，会比较好接，不然这个真的非常难接。那我们接完这个尾门的开关，先不要插回去，我们先做一下测试。我们先看一下驾驶座的门，正常。那我们试一下尾门，好，我们测试正常，用遥控已经可以控制尾门了。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原本尾门的开关给装回去。那这个尾门的开关一样是可以控制尾门。可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开关装回去之后，我的遥控就没办法去控制尾门了。其他的门有反应，可是尾门没有反应。那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开关一接上去之后，遥控就没办法控制尾门？除了红线这一条是带正电之外，剩下的5条线全部是带负电。当你去按开或关的时候，上面这2条蓝线才会变成1条正1条负。那是这个开关它的设计就是这个样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会设计成这个样子。我拆开给你们看一下，你们就知道了。我们拆开看它里面的构造，上面这个开关的开跟关就是靠这2根黄色的塑胶去拨动上面这个铜片。我们看一下这个构造，这2个铜片它有一点像跷跷板，下面这一根现在是这边有碰触到这个触点，然后上面是这边，然后当你往这边压的时候，就变成这边断开，然后往这边压的时候是这边断开。那原厂这个开关它的构造其实有一点复杂，
反正它就是让上面这2条蓝线都是永远带负电的。当它去开或关的时候，那2条蓝线才会一正一负下去做变换。那我们用遥控去控制我们中控马达的开关，接收那2条蓝线送过来的电，也是要一正一负去做切换。如果你把这个开关插上去，因为它是永远带负电，你就没办法让那2条蓝线一正一负去做切换，去控制我们尾门的马达做动。所以我们解决的方法有2个，第一个就是尾门这个开关不要插上去，这样子上面这2条蓝线就是不带电的状况，我们用遥控就可以去控制尾门的开关。那第2个方法就是要把尾门这个开关换掉，换成这个6角2档的自负开关。我们看一下这个6角2档的开关，它下面有6只角，它上面就是2档，开或关。那我这个6角2档的开关它是没有自负的，我还有另外一颗它是有自负型的，跟这个原厂开关一样，你按上或按下，它都会自动回复到中间。这种也一样，它自负型的，就是你开之后它会自动再跳回中间，关也一样，自动再跳回中间。那另外那一颗我没带，放在家里，我用这一颗不是自负型的跟大家讲解。那换上这种摇头开关，它这2条蓝线就不会永远带负电，它是不带电的状况。只有当我们去拨动这个摇头开关的开或关，它才会送出正电跟负电给这2条蓝线去做切换，这样就可以解决原厂开关让这2条蓝线永远带负电，没办法用遥控去控制尾门这个问题。那可以看到我这边有3个开关，我都是给它换上这个瓶盖，然后装上自己的开关。那这边我少买了一个瓶盖，所以我今天这个摇头开关我就先不装了。那这个摇头开关的接线该怎么接？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上网 Google 一下，大概就知道它的工作原理，然后线怎么接。那如果还是不懂的话，可以留言告诉我，我再特别拍一集影片教大家怎么接，或者是下次我装车边帐的时候，我也会用到这种6角的摇头开关，因为我的车边帐是电动的，所以我会需要用到摇头开关来控制车边帐的收跟关。那到时候再教大家如何接线。那我就先不把这个原厂的开关给插上去，直接盖上去就好了，这个开关就没有用了。这个换上摇头开关其实也没多大用处了，因为我既然可以用遥控去控制我尾门的开关，我就不太需要去用这边的开关来控制尾门了。那我们今天尾门的马达跟其他门的中控马达做联动的小改装就分享到这边，我们下期见，拜拜。